嘿嘿，年轻人，我看你骨骼惊奇，是万中无一的武学奇才，可以考虑加入我铁骨铮铮派，将来前途必然无可限量哦。那个阁下，能不能先把脚挪开？抱歉，看你调戏我派闭月羞花的女弟子，本座一时没忍住，就……我只是想和她说句话，并无冒犯之意。哦，这样啊，那实在太对不起了。哎，要不要加入我们铁骨铮铮派啊？我说不，可以吗？我已经加入灵泉宗了。哎，可以。看来这位朋友与我铁骨铮铮派无缘啊。天谦，这家伙刚才有没有欺负你？掌门，他刚才想摸我的腿。哦，是吗？我没有。天谦不会说谎，本座相信他。今天必须教训你一顿。这顶多算是占便宜为粹。别哭了，我一定会报仇的。天谦有没有被本座的气势所折服？掌门，你怎么打人只打脸啊？哎，怎么收个弟子这么难啊？走吧，去百宗大会。你等等我。宿主加油，一定要成为星云大陆最强的宗门。你闭嘴！我叫君长啸，机缘巧合下参加了某科技公司的时空探索实验，被投放入时空隧道。这是哪儿啊？铁骨铮铮派。最强门派系统启动中。猫会说话，你是谁啊？我是您本次时空探索实验的系统，会一直陪伴着您左右。为了提供人性化服务，您可以为我起个好听的名字。你绝育了没有？我怀疑你羞辱我，但我没有证据。挂着铃铛的猫，在动画片里是叫哆啦 A。你就叫小叮当吧。系统名字已录入。好，开启新世界的探索之旅。我君长啸既然来到这里，就要吊打各路天才，成为至高无上的神尊圣仙。请宿主领取主线任务：100年内让铁骨铮铮派成为星陨大陆内最强宗门，弟子10万。若未能完成，时日一到，宿主即可灰飞烟灭。喵！什么？还有任务？就这破门派，100年内成为最强宗门，招收10万弟子。你确定不是在玩我？宿主已重复任务内容，任务绑定成功。恭喜宿主成功绑定本系统，获赠空间戒指1枚。你有没有在听我说呀？怎么就绑定了？什么空间戒指啊？那这空间戒指是XXXL号吗？什么鬼玩意儿？欢迎开启系统空间。欢迎个鬼啊！别人家的系统要么送身装，要么1刀999级，为什么我就喜提1块板砖？这是心跳声。一般按照爽文套路，这看似平平无奇的板砖，其实藏着很厉害的老爷爷。唤醒以后会传我绝顶神功，待我习成之后，就能替月行道，除恶扬善，受人敬仰。嘿嘿，我就知道我这么一个天选之子，哪怕是茅坑里挖出的石头，都会是失传已久的上古神器。来吧，我已经做好天下无敌的准备了。哎呀，这不是神器，这是炸弹！宿主，此物名为灵魂爆破器，
有独立思维和情绪。如果惹他不高兴，时间倒数会加快哦。喵！得罪莫怪啊，得罪莫怪，我只是手滑了一下，给我恢复点时间吧。系统，这也太快了，来要砍一半啊！我不玩了，我要回家。不是对你老人家凶哦，比心。系统一启动，输入过程中消极对待，混吃等死，灵魂爆破器会提前引爆啊亲。刀的，毁灭吧，我累了。满足宿主首愿，赠送难收之刀一柄。这坑爹玩意儿，看来还是研究一下这个不靠谱的系统比较靠谱，不然死得更快。小铃铛，这门派建设怎么提升啊？铁骨铮铮派由一名王姓武者建立，早年铁骨铮铮的从悬崖跳下没摔死，后开宗立派，门派宗旨是做铁骨铮铮之人，行铁骨铮铮之事。王掌门励精图治，终于将门派从不入流一举迈入了9流门派。然后王掌门因为酒后骑马不慎跌入悬崖，从此了无音讯。9流门派，酒驾失踪。所以这门派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了。bingo！ 门派建设，贡献值，这些是什么意思啊？宿主必须招收更多成员，才能获得门派贡献值。获得贡献值之后，才能提升门派建设，开启更多宝阁。贡献值也可以直接兑换门派商城内的宝物哦。门派商城，这可是主角标配的打脸利器啊！这里怎么没看到？宿主需要获得至少1点贡献值，才能开启隐藏的门派商城啊。哦，明白了。所谓最强门派系统，一切都离不开招募成员。好，铁骨铮铮派开始招募成员，成为最强宗门。以我这潇洒的自己，3天肯定招满100个弟子。嘿，升级系统妥妥的。哎呀，招生真难，搞得我真是茶饭不思啊。喂，我要加入，铁骨铮铮派。哇，靓女，我以掌门的身份正式欢迎你加入。白痴，你是掌门？没错，本座就是铁骨铮铮派掌门君长啸。哦，那打扰了，告辞。别，你再考虑一下。入门后你就是我铁骨铮铮派开山大弟子。你看这帮派这么大，今天睡地板，明天当老板。再有人进来，你就是他们的大神级。他死了，我就是掌门了。好，我加入了。那个签入派协议，按手印。欢迎。那我四处转转。
随意，就当自己家一样。门派成员2，门派贡献值1点，贡献值达到要求，系统开启门派商城。嘿嘿，果然有商城。哎，小叮当，快让我开开眼。九转洗髓丹，龙象般若掌，惊鸿游龙步法，五行阴阳诀，千年寒冰战甲，圣炎之铁。哇，光听名字就很厉害啊！10000点贡献值。哎呀，我都忘了我只是个没有氪金的1级玩家。别了，我的神器。小哥哥，给你看的是高阶商城。那你给我看看吧，直接点开新手商城。穷鬼还这么嚣张。新手商城里只有1种商品，名为新手大礼包，兑换所需的贡献值为1点。新手大礼包，那必须兑换，买。宿主消费1点贡献值，获得新手大礼包，恭喜恭喜！门派贡献值清零。让我看看新手礼包都有什么东西：逃命用、抗揍用、长途逃命用。这体验感很差呀，全是用来狗命的，不应该是高光时刻套餐吗？经验之符，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经验之符可以快速提升宿主修为，年岁即可。经验符好，我就知道上天不会亏待我。很好，感觉无穷的力量涌上来了。恭喜宿主开麦成功，获得行走江湖初始功力，目前开麦等级5段。初始就有5段，我果然是天选之子。宿主想多了，星云大陆的武者开麦才算入门，开麦12段之后还要进阶5图、5师、5宗、5王、5皇、5圣、5帝。好了，你闭嘴。那最后这个开印之符有什么用啊？用来解开难收之刀的封印。头一把免费武器还要解开封印才能用，这是什么设定啊？好，为了成为最强宗门，继续招人。哦耶！根据系统指示，要去青阳城的百宗招募大会，才能招募更多的年轻弟子。搞快点，否则百宗招募开始，我们就没有弟子可以招了。倩倩，本座有点累，要不先休息一会儿？不行。狗师兄，就是他打的我。哼，阁下胆子不小，敢打我灵泉宗的人。狗师兄，灵泉宗是那个耀阳城的九流门派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他说他是铁骨铮派掌门。铁骨铮派，不就是掌门最其摔死的门派吗？我听说啊，弟子都吃了散伙饭了，怎么还存在啊？芊芊，来者不善，你躲远一点。喂，这是关心我吗？开局送美女，这体验还不错呀。芊芊，等我打完。临死前，你能不能先立个遗嘱，把掌门之位传给我？就一个弟子，还想着篡我的位？支线任务触发，
解决挑衅的4名灵泉宗弟子。宿主如果完成，可获得一定数量门派贡献值。接受还是放弃？接！我去，开背3段的掌门，吓死人了！哪怕是9辆门派的掌门，至少……哦，开麦4段。你如果跪下求饶，我还能饶你。还是你跪下吧。可恶！你一个开麦3段，为何会有这么强的力量？因为我是掌门啊。毅然，一起上！一起上！开麦5段，怎么可能啊！上次我没有准备好，这次，鼻孔又裂了。解决挑衅灵泉宗弟子4人，恭喜宿主完成支线任务，获得4点门派贡献值。芊芊，我们走。君长啸，咱们走着瞧。你应该干掉他们，以绝后患。没必要这么残忍吧？在弱肉强食的星陨大陆，对敌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残忍。你如果连这一点都不知道，就没资格做掌门了。支线任务出发。这走2步都有任务的嘛。以大道理教育陆芊芊，并维护掌门威严。对，必须树立威严，得让这个美人明白，我是她的顶头上司。芊芊啊，你刚才说的不错，对敌人不能仁慈，但要谨记，我们铁骨派修的是道，修的是心。切忌仗势欺人，恃强凌弱，胡乱杀人，只会有损我派的声望。恭喜宿主完成支线任务，获得1点门派贡献值。这就完成了。这几片树叶飘得太及时，配合我的背影，芊芊一定是被我的气势折服了。我明白了。杀这些垃圾，有辱掌门威望。下次由弟子代为执行吧。芊芊，你这理解跑偏了呀！这本座的意思是，不，别走啊！陆芊芊，你是女人，这女人就应该有女人的样子，不要只知道打打杀杀。谁规定女人不能打打杀杀？你是掌门，我听命于你，但不要对女人有任何藐视。这绝对是一个有故事的女人。芊芊啊，其实我是很尊敬独立女性的。有人？哎呀，我的老腰啊！还有气。赶路要紧，少管闲事。芊芊，人命关天，既然遇上了，就要救。此人伤得很重，随时会陨落。你不懂医道，怎么救他？小叮当，给我看看商城里的灵丹妙药。小哥哥，目前你买得起的只有这个出品疗伤丹药，消耗1点贡献值。好，救他了。本座虽然不懂医道，但有疗伤的丹药啊。此人濒死，你那9流的金疮药是不可能治愈的。嘿嘿，芊芊，你刚才说什么呀？怎么可能？这是什么药？短短时间就把一个将死之人恢复得生龙活虎。这个掌门比我想象的还要神秘。
一脸的高深莫测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武道世界的人重伤是家常便饭，这出品疗伤丹效果如此强悍，绝对价值不菲。小叮当，我要继续买丹药。宿主不用向外门邪道，出品疗伤丹每月限购1次。什么鬼？居然还有限购！他莫不是失了智？姐姐，那个人呢？走了。走了？救命之恩不说声谢谢就走，这人也太没品了吧！那个是整整1点贡献值啊！这让我本就贫瘠的钱包雪上加霜。掌门，在星陨大陆做善人，可没好下场。切，我就不信这世上没有良心存在。良心？有些人的良心早就被狗吃了。芊芊，我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，对人性有如此大的偏见。但是去日不可追，来日有可期。以后你跟着我，我会让你相信，这个世界上还是有美好存在的。掌门，别吹牛了，赶路吧。哇，真高啊！将来一定要把铁骨铮铮派打造的比青阳城还宏伟。耶，这憨憨，难道是青阳村铁骨派的弟子？哎，错，本座不是铁骨派弟子，本座是铁骨派第2任掌门。有生之年居然还能听到这个门派，居然还有第2任掌门，还有脸来青阳城！掌门，你现在是不是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啊？本座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岂会在意别人的非议？大风大浪，怕是从小到大都没出过青阳村吧？你个没良心的，你怎么老是站在别人那边？这么被嘲笑，你都忍得了？忍不了也得忍，唯有用实力才能让他们闭嘴。哼，今日你对我爱答不理，明日我让你高攀不起。走，进城。长刀门在这里。是，那走，看看去。走。起来看看吧，庄牙。看我这边。让侠看一个，介绍一下。青云门招募在这里。天阳派招募了。同一方招募了。来我们门派吧。长老，今年我们虎啸宗肯定可以吸引很多优质青年。都是8流门派，也想从我手里抢人。哼，今年我长刀门一定要冠绝百宗。这哪是百宗招募，简直是招聘会。嘿嘿，想不到我也有当老板的一天。左侧长刀门，右侧虎啸宗，你确定要把门脸搭他们中间？嘿，这2个门派都是名门大派，我们夹在中间，多少能蹭一下流量吧。有道理，你加油。铁骨铮铮派，哼，敢在我虎啸宗旁边建门脸，简直是奇耻大辱！我呸！这里是我长刀门地盘，赶紧滚一边去！百宗招募的场地历来都是由青阳城城主提供，何时成了尔等这些8流小门派的地盘了？小，你说谁小？谁小？那个，我等同为百宗，应该和和气气，没必要大动肝火吧？一个菜鸡掌门还想招募弟子？哎，不能这么说。也许有不开眼的少年会加入铁骨铮铮派呢。哟，那我可得给他开眼儿啊！
看来我得让你们开开眼。李青阳来了！啊，快别管这傻子了，准备拿下李青阳。哦，李青阳？谁啊？你这个土炮，李青阳都不知道？他可是我们这次各门派争相拉拢的热门。李家嫡系李青阳，15岁那年就被验证出上品灵根，青阳城第1天才啊！哦，接着说，我听听。嘿嘿，你可不知道，连城主都说李青阳乃我青阳城未来之希望，如若勤奋修炼，跨入武王也不是问题呀。如果能将这样的人揽入门下，肯定只有好处，没有坏处。切，李青阳怎么可能加入你这垃圾门派？你就别想了。我呸！说什么呢？长刀门就厉害了！你个臭小子啊！看我弹指神通！嘿，你打不着我，打不着我！你们够了！啊！支线任务触发，讲解铁骨铮铮派光辉历史，说服青阳城第1天才加入。那不是必须的吗？接。李公子加入我铁鹰派，大弟子你来做。大弟子有什么好当的？李公子加入我青云门，你便是高高在上的长老。呸！你青云门长老没有100也有90，数量都快赶上弟子了，还好意思招募李公子？哎，选我虎啸神宗，还你精彩一生啊！李公子，加入我如意坊吧，我坊内皆是姐妹，全天贴身伺候你。哎，芊芊呐，李公子，你考虑你觉不觉得这人有点眼熟啊？就是先前在野外连谢谢都没说的受伤之人。哎，对，是他，是正愁没处找你，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哎耶，李公子有没得兴趣加入我们苍山派啊？苍山派可是青阳城的5流宗门啊，我铁鹰派才8流。苍山派出手的话，我如意坊就更没戏了。哎，李公子，你有上品的灵根，如何我5流宗门是你目前最巴适的选择了。哎，芊芊，苍山派很厉害吗？苍山派是青阳城5流宗门，弟子众多，实力和底蕴非常雄厚。抱歉，我没兴趣加入苍山派。哎，公子，条件你提嘛？哎，你好，在下李青阳，您是铁骨铮铮派的掌门。我的天哪，李公子拒绝了5流宗门的邀请！我是不是产生幻觉了？青阳城第1天才在向那个家伙行礼啊，不错，本座正是铁骨铮铮派掌门君长啸。先前在野外，因为着急回家吃饭，连声感谢都没说就走了，实在无礼，还请掌门见谅。哎，李公子，不过小事一桩，你不说本座都忘了。真能装，明明还骂这个人很没品的。君掌门，能否给我介绍一下铁骨铮铮派？这不就上钩了吗？李公子，这就是个不入流的门派。没错，门派唯一的历史就是上一任掌门酒后骑马摔死了。我知道你们揪着前掌门的倒霉事儿，觉得铁骨派不入流，但门派典籍记载，我派可是历史悠久、底蕴深厚的上古宗门。嘿，老子江湖吃瓜30载，可清楚记得你派就是王老头随便建的。扯到上古，你忽悠谁呢？上古宗门，能展开说说吗？第1天才的脑子是不是不太好呀？这都能信？李公子，你可否听说过东海？
东海？东边的海吗？那东海尽头有一奥莱国，岛上有一座神山，名叫铁骨山。我们铁骨铮铮派便是起源于此。第一任掌门名叫孙悟空，先号齐天大圣。鬼扯！星云大陆东面确实有一片荒海，海兽丛生，危险重重，强如五皇者都不敢深入。现有记载，也从来没得说过奥莱国。嘿，有个锤子的铁骨山啊！老头儿，那我只能说，你对星陨大陆一无所知了。你敢说老子无知？倒想问下军长们，你说的孙悟空是何方神圣啊？又死从何处呢？你个龟儿子，给我扯把子说，老子就不得你指鹿马脚！臭老头儿，拆我台是吧？就欺负你没看过《西游记》。接咒！我铁骨派第一任掌门摄取天地日月精华，历无尽岁月孕育，破神识而出，师承灵台方寸山菩提老祖。我啥子菩提老母？人的血肉之躯咋会从石头都蹦出来？老木啊，你不懂生灵的演变之神奇就闭嘴！我铁骨派第一任掌门曾上闯天门，冒犯天帝，天帝为惩罚他，将其扔到炼丹炉中，足足炼了7749年。再出炉时，掌门就练就了这身铮铮铁骨，遂将我派命名为铁骨铮铮派。你当老子瓜皮啊？会信你一派胡言？没想到铁骨铮铮派还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啊！哇！军长们，你刚说了铁骨派辉煌的过去，如今又有什么优势呢？还好这青阳城第一天才，没得一路刮到底，问出恁个精辟的问题啊！哎，说到底，这不入流的门派就是要啥子没得啥子。这世上没有永恒，再强的宗门也有凋零的一天。我们铁骨铮铮派也没能幸免，最后没落成现在的样子。你们铁骨派根本就没得强过，好吧？但我派毕竟是上古门派，哪怕跌下神坛，也还底蕴犹存。比如你先前服用的丹药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瞬间恢复的神药，他却随意给了我这个路人。光是这一点，在场的门派就没一个能做到。本座要重振宗门昔日辉煌，需要你这样的天才加入。他们许给你的条件，本座难以做到。但如果你想成为武帝，就加入铁骨铮铮派吧。成为武帝啊！你个瓜子，这是啥子都敢讲啊！心里一点哈数都没得。武帝是星陨大陆最强境界，世人心中敬仰的神灵。你一个开麦武断的掌门，这都能吹牛啊？好，我加入铁骨铮铮派。喂，姓名？哎，李清扬。性别？男，年龄16，资质上品灵根，境界开麦10段。也才10段，嘿嘿，好，再盖上我这掌门诏谕。从今天起，你便是我铁骨铮铮派弟子了。恭喜宿主完成支线任务，获得5点贡献值，现有门派成员3人，门派贡献值20点。有钱了！弟子李清扬，参见掌门。还有师姐。参见师姐。这一定是梦啊！哼，我如果有他这样的嘴皮子，何愁忽悠你来弟子啊？李公子，你拥有上品灵根，未来成就无限，加入不入流的铁骨派，是在自毁前程啊！用你的脑壳好好想想嘛！我铁骨铮铮派虽然不入流，但只是暂时的。今天本座把话撂下，不出3年，一定会超过你们苍山派。等着我铁骨派扬名立万，狠狠打你的脸。操你妈！
唐三板，看来要让你娃儿晓得啥子叫云里之别。涂长老，请不要让我们掌门为难。好嘛，老子等到那一天。哼！哎，还有，老子不姓涂。苍山派涂长老，请留步。都是那个憨批，说了老子不姓涂。涂长老，我儿青阳年幼不懂事，李某代他应下贵宗诚意的邀请。原来是李家族啊！你娃儿已经加入别个门派了。我李家的脸面全被你丢光了！我现在命令你立即脱离那九流门派。爹，你教我做人要有诚信。我既然加入铁骨铮派，就不会脱离。你子！李公子，百善孝为先，你恁个忤逆你老汉儿，是大不孝啊！爹，李公子啊，这么多优秀的门派在场，随便选一个都比铁骨派强啊！不要这么固执嘛！就是，李家主年纪也大了，万一气出毛病来，你做儿子的就等着后悔一辈子呢！一群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，你们哪是为了李家主，就是单纯不想看到一个垃圾门派拥有上品灵根的天才。李家主，青阳的人生应该由他自己选择，更何况我铁骨铮派没你想的那般不堪。李公子加入我派，将来成就肯定至高不低。至高不低？你铁骨派真把自己当根葱了？哎，李家主，本座修为虽然不高，但教导李公子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军长们，你恁个自信，想必应该有丰富的武道经验吧？本座不敢妄自尊崇，但说到武道经验，应该比在场任何人都强那么一点点吧。这妞越吹越熟练了。哟，这家伙越吹越过分了，简直不把我们放在眼里。就是，我这虎头都要忍不住发飙了。好一个比在场任何人都强，那我倒要讨教讨教。哦，李家主要讨教什么？我一定赐教。我青阳城有一本传承100年的剑法，名为九式叠浪剑，共有9式，前8式通俗易练，但最后1式却需自行推演。军长们既然有武道经验，应该可以推演出最后1式吧？家主这招够绝呀！100多年来，修炼9式叠浪剑的武者没有100万，也有90万，可从来没有人参悟出最后1式啊！军长们，如果你能参悟出第9式，便证明有真材实料；否则的话，还请将吾儿逐出铁骨派。哼，参悟区区剑法有什么难的？小明呢？烧城里有没有什么宝物可以让我出去打他们脸的？哎，多少贡献值无所谓啊，主要得挣回面子。你也就只有20点贡献值，买得起的只有这个出街洞察之符啦。出街洞察之符，使用后可洞察对手武技、秘籍招式，从而做到快速领悟。哎，就它了！恭喜老板消费10点贡献值，喜提洞察之符一枚。李家主，我没见过9式叠浪剑，可否演示一下？此书随处可见，军长们可以拿去研究。多谢。他翻书这么快，能学会个啥呀？军长们若是办不到，可要言而有信啊！放心吧，我铁骨铮派的宗旨便是要做铁骨铮之人，
行铁骨铮铮之事，自然不会失信于人。剑谱不同于武技，一要记到剑诀，二要记到剑势。你呢，一页扫过去，莫说记住剑势动作，就算记住口诀都难啊！嘿嘿嘿，怕不是牛皮吹破，自暴自弃了哟！芊芊，进来。哎呀！铁狼剑第一式，哪个可能呢？太快了吧！我这上厕所裤子还没脱呢，他就悟了。修炼这种低频武技，虽说四拿九稳，但绝不会恁个神速，除非他先前就有修炼。他刚才的表现全是演出来的。第二式，叠浪剑第二式。当年我参悟第二式，足足耗费了5天，这家伙怎么做到的？开玩笑的吧？如此短的时间内领悟2式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第三式，4、5、6、7、8。掌门的参悟速度比我快10倍不止，看来真的跟对人了。能这么快领悟，这个吊儿郎当的掌门，灵根应该要比我高许多。李家主，一个96掌门，咋个可能如此神速参悟出前8式呢？肯定早就提前修炼过了。就是，门派九流，演技一流，演得再好，只要施展不出第9式，仍会被揭穿。哼！哟，怎么停下了？演不下去了吧？这气息是剑境。我的天，这家伙竟然进入了剑境！古往今来，有多少剑道武者终其一生也未能有如此机缘呢？这家伙走了什么狗屎运呢？安静！私自进入剑境，乃求之不得的机缘，我要惊到他。老人家，你倒不是什么坏人，那接下来就麻烦你来鉴定下，我这是不是第9式了？这强度，毋庸置疑，绝对是武徒级别。李家主，这便是9式叠浪剑第9式，本作已经演化出了。好厉害啊！看来不是演的，是货真价实啊！好家伙，他还真有吹牛的资本啊！怎么可能？涂长老，刚才那一剑真是第9式？刚才那一剑的威力不弱于凡品武技，是货真价实的第9式，甚至更强啊！金掌门能够在短时间内演化出第9式，让老夫佩服万分呐！过奖了。在下还有个不情之请，我苍山派有一门心法，
但参悟到第4层便再难增进，还望军长们能给点建议噻。武藏山派的长老货真价实的50强者，居然请教一名9流掌门。如果秃长老愿意将心法口诀说出来，本座倒可以试试。就是。问题不大。依照本座给的建议，回去修炼1、2个月，应该可以突破更高层次。哎呀，今日听军长们一席话，醍醐灌顶啊！哎，老头儿，我回去修炼了，改日再请军长们来我苍山派摆龙门阵哈。慢走。这个秃长老怕不是个托儿。军长们，在下也有武道上的难题。100两，不管问啥都是100。你首先要这样，然后要那样，最后再这样。哎呀，对啊，我怎么就不知道变通一下？多谢军长们指点，在下先告辞了。啊，这个军长们好厉害啊！看来铁骨派的新掌门有点东西啊。哎，军长们，我200两。为什么我的贵啊？哼，因为你没有头发还嘴碎。现在既可以赚钱，又可以把他们的武技心法学全，大赚血赚。下一个，军长们，李某这里也有些难题，希望您帮忙指点指点。哼，可以，1000两。啊，这别人最多不过200两，为何我要1000两啊？军长们，是把李某当冤大头吗？可以这么理解。你。掌门，请念在弟子的份上，为父亲打个折扣吧。哦，是吗？李家主，令公子是我铁骨派的弟子了。军长们武道见解惊人，李某愿将吾儿托付给铁骨派。哎呀，原来是2徒弟的家长啊！嘿，那就打个折，1两。1两？这是打了粉碎性骨折吧？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啊！听君一席话，吾儿交给军长们，我就彻底放心了。警报！警报！洞悉之符 buff 效果还剩10秒，倒计时10、9、8。